Hello， 欢迎大家呢来到 Josie 的美股频道。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问题，美股呢下一周它是会出现止跌迹象，还是会加速的下跌？第二个问题的话呢，美光多少钱可以低吸？那如果呢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记得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我们会在周二跟周五的时候呢，会给大家进行直播分享；会在周三跟周天的时候呢，会给大家呢进行一个视频的分享。所以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记得呢先去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那接着呢来看一下今天会给大家去讲到的内容。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19号，视频的内容会给大家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呢，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纳指呢日线上已经跌到颈线位，并且在这个位置出现一根假阳线，下周会出现止跌，还是会加速的向下调整。那第二个部分呢，讲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一个的话呢是特斯拉，一个是英伟达、AMD、美光、PLTR、苹果，这一个 RKLB 以及呢英特尔跟 BE。当然有一些股票是这一个学员他们手上不知道怎么样去操作的，所以呢希望 Josie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如果说手上有股票，但是 Josie 没有跟大家讲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老规矩，先赞后看，股市长啊。接着呢，我们进入到今天正式的内容。接着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一个部分的内容。先来看一下整一个纳指的日线走势图啊。纳指稍微比较遗憾的一个点就是能看到啊，它在这里转为多方带完之后呢，立马出现了一个十字星，再加上十字星这一天还算是一个变盘的这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当时就跟大家讲过了啊，以十字星这一个位置去判断一下呢，接下来它是一个向上变盘还是向下变盘的。如果它可以向上变盘的话呢，那我们期待的这个行情它可能就已经来了。相反，它是收一个阴线跌破十字星低点的，那么它就要有往下去调整的这一个需要。我这个的话呢，不是说我们现在行情走出来了再跟大家去讲的，在这一个周四开盘之前，我们就出了这一个行情广播，提前跟大家去讲到。当时就跟大家讲，昨天的这一个纳指的话呢，是一根十字星，也是属于变盘 K 线当中的一种，如何去判断它的变盘。以十字星的高低点，你给我画一个箱体，收阳线突破高点，则为呢低点的一个变盘，我们期待的行情呢，它就要起来了。以这一个26041.13呢，作为一个止损价啊，也就是说这里收一个阳线突破，我买了的话呢，那以它的低点作为一个止损价，跌破的话呢，我们就止损。收阴线跌破它的低点的，那么这一次多方带呢，很有可能反转失败，那么该止损的学员就得止损，在更低的价格再把它给接回来。稍微比较遗憾的就是讲完之后呢，在周四它是收了一根阴线，跌破了十字星的这一个低点，形成了一个呢向下的一个变盘的。所以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还是那句话，该止损的你一定要止损，该止盈的这一个学员呢，也必须在这一个位置选择止盈，以防它在这里要有更多的这一个下跌。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周四开盘之前就给大家去讲到的这个内容。那包括呢，在周五开盘前也跟大家去讲了啊，它很遗憾收阴线跌破了十字星的一个低点，所以昨天你该止损的学员肯定的得止损了，以防它多方带回踩失败之后呢，要有往下去调整的这个需要。而且的话呢，想要抄底的这一个学员，2个条件，要么你给我重新收阳线突破十字星的高点，不然的话呢，你就再等等，下方的支撑的这一个价格会去到25210.47的这一个位置，它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一个颈线位的价格。昨天最低价其实来到了25250.63，跟 Josie 讲到的这一个价格呢差了40个点，最后收盘价还好收上去了一点点。当然这里有一个学员问到的啊，他在这里差不多踩到它，并且收盘价收上去了，是不是意味着这一个位置它已经止跌，然后要启动了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在周五出现的这一根 K 线，它不是真正的阳线，它是一根干嘛？低开然后高走了一点点的一个假阳线。假阳线的话呢，代表了一个空方的这一个力度呢，稍微来说被反击了一下，但是多方呢也不强啊。你看一下这一个位置，它出现的这一个假阳线之后呢，它是迅速的干嘛？进入到加速下跌当中。但是这一个位置出现的假阳线，它是干嘛？选择向上突破之后呢，接着反弹了一段时间的。所以怎么样去判别这一根阳线究竟来讲它是一个假阳见底还是一个加速下跌？那么对于这一根假阳线 Josie 对它的判定它是一个勉强止跌但是不能算启动的一根 K 线，
所以下周除非它在这里可以像前面这一根假阳线一样，它给我收一个阳线，突破它的高点，形成一个假阳见底的一个形态，那么这里它就是一个进场。那么这里的话呢，基本上就短期可能要在这里要有一个止跌的一个动作在里面包括这一个位置，它也是一根假阳线，假阳线之后呢，它是选择收阳线突破它的高点，假阳见底，然后起来的。但是也有看到的一个点，比如这个位置它没有收阳线突破它的这一个高点，它选择跌破低点的，那么这里它应该是一个诱多的这种阳线，要谨防它会进入到加速的调整。包括你可以看到在3月底的时候，它是不是在这里也是一根的假阳线吧？它的这个假阳线没有突破它的高点，它是选择跌破它的低点的。那么这一根假阳线它就是用来诱多的，并不是真正的呢股票要在这里止跌。那我们注意一下，它就要有呢继续往下去调整的一个需要。所以对于这一根阳线的话呢，个人的这个观点就是勉强止跌未启动。什么时候启动呢？除非它可以来一根阳线突破呢周五的这一根假阳线的一个高点，大概的话呢在25703.01的这个价格能收一个阳线突破呢这一个假阳线的高点，形成假阳见底形态的，那么它在这里短期呢它可能会有一个反弹。为什么只是一个反弹？个人觉得这一根十字星的一个高点它是会有这一个阻力在，因为它也是这一个黄竹高点的位置，也是前期的这一个平台所在的高点的一个价格，所以这里应该来说会有一个呢比较大的阻力在等着它，除非它可以呢把这个阳线都给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十字星的高点26316.81，它能把它呢实打实的一根阳线突破并且企稳的，那么可以说行情在这里已经反转了。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的，那么呢它在这里哪怕收阳线突破它的高点，它也只是一个反弹行情而已。反弹到这里之后呢，没办法突破的情况下，那么我建议大家该止盈的一定要止盈先跑了再说。那第二个的话呢，万一它没有收阳线突破假阳线的这一个高点怎么办？那就说明它在这里并没有出现止跌的迹象，它还得继续的往下去跌。那么往下去跌的过程当中，哪一些呢它会有关键的这一个支撑在？我们用到了这一个黄金分割比例，然后一看的话呢，假设说这一个假阳线的这一个高点没有被进行一个有效突破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往下再去的一个空间，它会去到呢 0.382 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价格它会去到24707.22的一个位置，虽然说呢不一定说100%跌到这里，或者说只能跌到这里，但是从这个价格再往下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来讲相对比较不错的支撑就在这里。当然在前面的这个颈线的位置25210点的这个位置当中呢，它也会有一个支撑你看周五的时候它是不是就踩到这里然后上去的，但相较来讲它不是一根呢假阳见底的一个形态的，我觉得这一个价格它不一定能撑住，我觉得它是要去触一下呢24700点的这个价格之后呢，它的一个反弹空间之类的才会相较的比较理想一点点。所以有在关注纳指的这一个小伙伴，要么呢假阳见底然后向上反弹，看了这一个十字星的反弹空间，突破它是反转，没有突破它就是一个反弹，反弹结束之后该跑的学员一定要跑，没有突破它是选择跌破的话呢，那你心里边有预期这个位置它还会像前面这一根假阳一样，还有往下再去调整的空间，那么呢我们在更低的位置把它给接回来。 OK， 这个是讲到的纳指。接着再给大家去看一下的话呢，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我们在周五的这一个直播当中跟大家讲过它会去呢回补下边的这个缺口，基本上在周五的时候它已经进行了一个回补，好就好在的话呢，它也是一个极致低开之后呢，最后收盘价还收了上去，没有出现这样的下跌缺口，只出现了一个假阳的这一个形态。它的这一个假阳线的定位跟纳指一样，它有受到它的一个缺口的支撑，也是属于一个呢有勉强算止跌，但是呢不能算启动的一个股票。所以跟半导体相关的这一些股票的话呢，很多其实都已经出现了一个假阳线的一个形态，一定要去看一下它是一个假阳见底，还是说呢假阳之后它还会继续加速的下跌。所以看一下它能不能呢跟这一个纳指一样，可以收一个阳线
突破呢假阳线的高点11939.44的，那么它在这里假阳见底之后，它会有一个反弹啊，它也是一样的，只能做反弹，因为呢刚处于这一个空方带状态，反弹触及空方带，收到阴线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得赶紧跑了。相反，没办法突破呢这一个假阳线的高点的，那你心里边有预期啊，它还会有继续往下去调整的空间，那我们呢就不要那么急着去进场。还是那句话啊，本来这一个面包2块钱你可以买的，你非要20块钱去买，那么你亏钱了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一定呢要等到它要么就突破之后呢，我确认它已经趋势走好了，那我去买，要么就跌到一个足够呢便宜的位置之后呢，我再把它给接回来。所以你看一下啊，就像纳指这一次的调整，你说它从6月26号这一个底部到现在真的有跌很多吗？其实没有，只能说呢赚的钱呢都亏回去。那为什么很多的学员就是感官特别的不好，觉得跌了很多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一轮下跌当中，很多学员忍不住在中间加仓了，比如说去加仓呢这一个存储板块或者半导体板块，然后跌得更加惨。但你回去看纳指，其实跌幅并不算大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要么呢它在这里我确认它已经走好，然后我进去做一个反弹，要么呢就它跌到一个合适的价格之后我再去进场。那么对于这一个费城半导体，假设说它下周没办法假阳见底呢，它往下去调整的空间的话呢，会去到多少钱？毕竟现在才下跌结构3，那按照这一个黄金分割比例去看的话呢，相较来说下边呢还有一个比较不错支撑的，那应该是在 0.5 的位置，大概来讲呢 10,829.71 的这个价格，看一下能不能呢在这里出现我们讲到的一些止跌的一个形态。什么叫止跌的这一个形态？比如说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比如说呢十字星之后向上的变盘，或者带有长下影线的这样的单针探底的一个形态，或者阳包阴等等，反包阳线或反包阴线之后的选择向上变盘。那么这一些都是我们讲到的常见的见底的一个形态，没有出现的情况下，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呢可以管住自己的手啊，在更便宜的位置把它们给接回来。OK， 这个是讲到的费城半导体，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是这一个黄金。我发现好像很多人还挺关注这一个黄金的啊。黄金目前个人的这一个观点就是它是属于一个筑底阶段啊，你能看到的一个点，这一个中东的这一个地缘政治利空消息出来了之后，它并没有像前期那样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跌，然后的话呢，收到这一个 CPI 的数据啊，应该来讲是利好于这一个黄金的，但是它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上涨，包括后边美联储的一些鹰派的说法之后，都对这一个黄金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唯一的记了一个解释就是现在它其实是已经进入到一个筑底的一个阶段。没有启动，但是呢，它已经出现了这种呢不再快速往下去大跌的这样的局势，进入到一个横盘的箱体震荡阶段。所以这个期间呢，应该是黄金它在筑底的一个阶段。还是之前讲到的一个观点，其实呢，我觉得3950点附近的位置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低吸的机会。但是的话呢，它可以再往下去创一下前期的新低，那么呢，我觉得效果会更加的好。这一个位置的走势，我就会觉得低吸的这一个价格呢会特别的香，所以对于黄金个人的观点仍旧没变，3950点的这一个价格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低吸的位置，但是能再创一下新低，那么更有利于后期的一个上涨啊。这个是讲到的黄金。 OK， 以上呢是第一个部分给大家讲到的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帮助的话呢，记得帮 Joyce 呢点赞跟订阅。接着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部分，来看一些个股的情况。个股的情况，首先来看的话呢，就是美光啊，美光的话呢，应该从这一个高点往下去跌下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 Joyce 做了最正确的一件事情，中间没有让大家呢去加仓过，一直跟大家讲到的一个观点就是，你一定要做它的，那你就只能日内去做一下低吸高抛。然后的话呢，再等等啊，从这一个价格6月26号这一天，让大家短期的赶紧止盈离场，长期的在这一个位置选择减仓，然后一路往下跌的过程当中，没有让大家呢去加仓过啊，这一个是 Joyce 我觉得做的最为正确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学员
它不一定呢能完全听你的啊，它在这一些中间的位置，它根本就管不住自己的手，然后去买了，买完之后呢，亏损的更加的多。别小看这一波的调整，从最高点的12550点到它的这一个周五收盘价跌到了850点，中间的跌幅将近30-40%，这一波的跌幅可以说特别的快。当然有一些利空的一个影响，比如说海力士的一个上市，虹吸的资金，以及呢就是海力士的这一个套利活动，以及海力士以 ADR 的这个形式上市了美股之后出现的这一个套利活动，引发了整一个存储板块的一个下跌等等。但是这一些的话呢，都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存储板块它是在一个短期的这一个时间内进入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杀跌的一个状态，像美光包括闪迪多多少少呢有被拖累的这个风险。那么不管怎么样，回到呢美光现在的走势上去看，我觉得就是前面一直没有让大家去动手啊，现在的话呢，大家可以做好准备了啊。为什么这么讲？我在周五的时候开盘之前给大家去讲过一个行情广播啊，基本上会在每天5-6点的时候啊，都会跟大家去讲。美光它当时在这一个位置继续的调整，跌破了894块5毛8的这一个支撑，那么呢继续的一个等待下方支撑的价格在缺口的一个位置啊，就是这里，它呢会有一个重要的支撑在这里。跌到这里之后能出现止跌形态的，那么这里呢会有一个反弹，不过反弹的时间跟空间呢比较有限，注意呢高抛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一个美光，它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低开然后高走的一根假阳线的一个形态，不能说它在这一个位置完全止跌了。当然个人的这一个观点，它跌到了这里之后呢，出现了这一根假阳线，跟纳指的这一个走势一样的，就是勉强止跌，但是未启动。我还是觉得呢，这一个位置虽然说呢不能说它一定会在这里会有反弹，但我觉得这里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低吸的价格。它再往下去跌的话呢，空间来讲，除非它还有更大的一个利空，不然的情况下，我觉得这里应该来讲是一个比较香的低吸的一个价格，再加上它周五出现的这一个假阳线的这一个形态，稳重一点的，我建议大家呢可以等什么？可以等它呢出现了这一个假阳见底之后呢，你再去操作。那没有，那如果说如果比较激进一点的，想要这里呢去做一下这一个低吸，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设置好防守位就行了。所以对于美光的话呢，我可以做好这一个准备，除非你在周一的时候开完盘之后，你看到它有巨大的一个利空又出现了，那么没办法，那我们呢就继续的管住自己的手就行。没有出现的情况下，还是那句话，这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低吸的价格，100%在这里能反弹吗？不一定，只是说这里相对来讲性价比比较的高。那第二个的话呢，这一个缺口的价格大概来讲应该是在780块2毛钱到820块3毛钱附近，它的这一个下沿的位置其实也是 0.5 的这一个价格，所以它应该是有双重的支撑在这里的。它在下周能收到一个阳线，突破呢这一个周五的这一根假阳线的高点903块9毛6的，那估计来讲它在这里就要启动了。启动上去的时候呢，不要想着它在这里会不会就直接反转，我觉得在这里呢最多它就是一个反弹而已，所以不要期待，所以不要重仓的去做，而且呢也不要期待说它会有多么大的这一个行情在等着大家。没有收到这样的一根阳线去突破假阳高点的时候呢，那我会建议大家呢再等等。这个呢是讲到美光的一个日线，那第二个你去看一下呢，美光的周线图，本周的话呢已经回踩到了这一个多方带的位置，受到多方带的一个支撑，收盘价收上去了一点点，但是还未止跌，所以周线上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假设说在下周它可以出现一个干嘛？反包阳线之后选择向上突破的，那么就说明了它在周线上来讲，它在这里呢，它就止跌开始要起来了。但你看到它周线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的，那就说明它还有往下再去调整的空间。那从周线的角度上去讲，那我们就可以再等等。所以对于美光的周线的话呢，关注一下它能不能在多方带的位置出现我们讲到的6种见底形态之后再说。
那其他的这一个学员的话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行情广播啊，每天都会跟大家去讲。那么如果说你想要去参加我们行情广播的这一个学习，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去讲一下啊，就是我们 YouTube 的这一个铁粉的话呢，它是有1个月的免费行情广播的一个体验。你加入到 YouTube 的频道铁粉之后呢，第一个它会有每周1更的一个技术分析的进阶视频，第二个的话呢，它会有一个直播优先的整股福利，第三个会有内部课程的系统学习。这3个福利的话呢，会伴随着你铁粉的这一个身份会一直存在。但是第4个的这一个行情广播的话呢，是只有1个月的一个免费的体验。所以如果你想要去领取这一些铁粉福利的学员的话呢，你们记得在这一个描述栏当中的第2个链接，就是频道铁粉的链接，加入完了之后呢，记得去找一下这一个助理，跟助理讲我要去领取这一些铁粉福利，好吧？那接着再给大家去看到的话呢，就是英伟达它是已经转为了多方带，但是不确定它能不能在多方带的位置企稳。万一它像这一个纳指或者跟这一个特斯拉一样啊，回踩这一个多方带失败怎么办？那能看到的一个点啊，英伟达它在周五的时候也跌了 2.21%，属于这一批股票当中跌得相对来讲比较少的啦。原因的话是前面人家在涨的时候它就先跌了然后到最近的时候它才开始起到了一个护盘的一个作用。现在的话呢，周五跌到了这一个多方带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十字星。之前跟大家讲过十字星本身来讲，它应该是一种变盘的 K 线形态尤其它在美股当中，对于那些不常出现十字星的股票，一旦出现的情况下，那么还挺多呢。那么一旦出现的情况下呢，它判断的标准还是挺不错的那怎么样去判断呢？以这一个十字星的一个高低点，你给我画一个箱体画完这一个箱体之后呢，它的一个低点197块9毛7，高点206块6毛5，它是给我收一个阴线跌破它的低点的。那么它在这里回踩失败，那该走的学员一定要在这里该止损的得止损，该止盈的话呢也得止盈。没有进场的学员收一个阳线突破十字星的高点的，那我就可以考虑呢在这里呢选择进场，然后以它的低点作为一个止损价。没有跌破的情况下我就拿着，跌破的话呢我就止损出局。所以英伟达能不能回踩这一个多方带成功，就看周五出现的这一根十字星，它接下来是选择多头占优还是空头占优的一个问题，好吧？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 AMD 稍微比较遗憾的就是收了一根阴线，把我们讲到的这一个孤岛反转的这一个形态给补上了。既然已经补上了那按照我们讲到的该止盈的止盈，该减仓的话呢就要减仓。它也跟大盘一样，出现了一个呢向下的跳空完之后，最后呢收盘价收上去的一根假阳线的一个形态，看一下它能不能也是一个假阳见底的一个形态。它能收阳线突破它的高点505块8毛8的，那么它在这里就有机会呢假阳见底，收到了这一个阳线，没办法收到阳线突破它的高点的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它还有继续往下调整的需要最好是可以像它这里一样虽然是个假阳线，但人家立马就突破了，然后接着呢多头占优，股市继续的上涨。那没有收到的话呢，我们就再等等，在更低的价格把它给接回来。那 AMD 往下去调整的空间，第二个稍微来说比较不错的支撑，应该是在缺口下沿的位置，也是上一轮涨上去之后低点的一个价格，大概来讲451块2毛钱左右。看一下这里能不能出现止跌的迹象，但是要注意一下，它的飘带已经非常的窄，很大的概率它要转为空方带。一旦转为空方带，哪怕有机会，它也叫反弹而不叫反转跟上涨了。这里要注意一下呢，操作的时间跟它的仓位的控制，好吧？那接着再给大家呢去讲到的就是特斯拉。特斯拉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回踩多方带失败的一个案例现在已经转为了空方带。好消息的话呢，就是在日线上重新出现了机构低吸的一个信号。上一次出现机构低吸的时候呢，是在这里，但是当时稍微比较遗憾的就是它没有收阳线突破了蓝烛的高点，反而是收到的阴线，所以这里不构成买点形态。你看一下这里它是收阳线突破的，有一个呢3天左右的一个反弹，这里它也是收阳线突破的，也有一个呢将近3天左右的一个反弹。那么这一次呢没有突破它的一个高点，
不构成买点，这里也是一样，没有突破它的高点，不构成买点。现在再一次出现机构低吸，没有收阳线突破它的高点的话呢，那就意味着它还没有呢止跌的信号，它还会继续的往下跌。那我们就再等等，收到阳线突破蓝烛高点的，那我们呢就可以继续的上涨，那我们呢就可以考虑在这里进场。当它继续蓝烛的话，那我们就继续的一个观望。所以对于特斯拉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关注呢它蓝烛的信号，下周会不会呢确认，能确认的它就有机会，不能确认的情况下，那就意味着呢它在这里还没有止跌，它还得继续往下去探，那我们就要做好这一个准备。那往下去探的过程当中啊，稍微来讲比较不错的支撑应该是它前期的这一个平台的位置，大概来讲371块2毛2左右，这里的支撑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啊，因为前面在这里震荡了1周左右，也是在这里呢然后起来的。第二次是在这里，也是跌到了前期的这个平台之后止跌然后上去的，现在呢是第三次，看一下呢能不能跌到这里，并且出现止跌迹象，可以的话我们就进场，不然的话呢我们在更合适的价格把它给接回来，好吧。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PLTR 呢基本上就是每天低开高走，每天低开高走啊，就开的时候呢开的极限低，但是收盘价最后还是收上去了啊，说明避险资金的护盘作用还相对比较有效的啊。好消息就是现在呢已经转为了一个多方带，然后不好的消息呢，主力没办法突破啊。对于最近 PLTR 是不是一直给大家去讲到的一个防守位，一个主力位，主力位的话呢在 0.5 的位置135块04，昨天的最高价又来到了134块7毛7，前天的最高价也是突破了135块钱之后跌回来，你看一下啊有多少次，这是1次2次3次4次，都是呢打到主力之后跌回来的，说明这一个主力现在还是稍微比较大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一个防守位，是不是跟大家讲过，以大阳线一半的位置129块2毛钱作为呢这一个防守位，第二破呢你就止盈，没破就拿着。昨天周五收到的这一根假阳线没有跌破我们讲到的啊大阳线一半的位置，最低价来到129块05，收盘价是收回到了132块3毛8的。那有的学员呢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它在这里当中仍旧以这一个大阳线一半的位置作为一个防守位，它的 0.5 的这一个价格呢作为一个主力位135块04，以及呢129块2毛钱。那如果说我想要在这里去进场的关注一下啊，在下周的时候这一条龙头线能不能进入到加速拉升的这个区域，能进入的话呢，那它要去突破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第二个的话呢，最好等它呢突破了这个价格或者回踩完多方带之后再去进场，我觉得会更加安全一点。你在这里就进场的话呢，要以防它突破不完这一个 0.5 之后有往下回踩的需要，那你有可能呢又会亏钱。所以要么呢你就等它回踩到多方带之后再说，要么就突破这一个 0.5 的阻力。我个人的建议是等它突破完 0.5 的阻力之后再去操作，我觉得会更加安全一点。毕竟现在才上涨结构4，距离结构9的话还有5个交易日的时间，可以看一下啊。好，这个是讲到的 PLTR，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是苹果。苹果的话呢，是几个这一个弟子帮的学员啊，一直在问这一个股票啊要不要卖。他一直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要不要卖啊，明天要不要卖，后天要不要卖，就是拿到这种强势上涨的股票啊，就是这么任性。那回看一下啊，就是苹果目前呢，它也是转为多方带啊。也是一个护盘股特别明显的一个股票啊，基本上一旦大盘出问题的情况下，那大量的资金它就会往曾经的股王也就苹果身上跑。目前能看到的一个点，它是走完了一波49结构之后呢，重新又出现了上涨结构。今天的话呢，是一根3号 K 线，也是这一轮旧的这一个49结构当中讲到的12号 K 线的一个位置。下周一只要它的收盘价收于呢9号 K 线的收盘价之上的，那么大概率来讲它会出现一根13号 K 线。那大家都知道13号 K 线它是用来判断49结构能不能延续的一个关键的 K 线。之前跟大家讲过啊，这一根13号 K 线出来之后，它收的是一个强势13的，那么这一轮49结构它就能如期的走到了9号 K 线。
这一根13号 K 线它是一根弱势13的，那它就干嘛？它的这一个上涨结构就会消失不见，那我们就要谨防它呢有回踩的这一个需要。这个是不是我们前面在讲了 TD13 的时候给大家讲到的这个内容吧？没有学过的学员啊，你可以截一下这张图，或者在我们铁粉视频当中有一期视频是专门来讲13号 K 线的，你可以看一下啊。走出来13号 K 线之后，以它的高低点，你给我画一个箱体，收阳线突破呢13号 K 线的高点的，那它就是一个强势13，你就可以继续的拿着。它还会继续的往上去拉升，收到的是一根阴线跌破13号 K 线的低点的，那它就是一个弱势13，我们呢要么在这里选择止盈，要么在这里选择减仓，因为多方它要开始走弱了，你要谨防行情了是不是已经结束？所以有苹果的学员关注一下下周一走出来的这一根13号 K 线，究竟是一个强势13还是一个弱势13？弱势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在这里呢减仓或者止盈。强势的话，我们就继续的拿着，说明了它还没有涨完。那假设它是一个呢强势13，那么往上去看的空间能去到多少钱？个人的这一个观点，以黄金分割拓展一拉之后，你会发现再往上去看的这一个空间，它会来到了上方的这一个目标345块6毛4的这个价格。所以有的学员啊，关注一下周一它是一个强势13还是个弱势13？强势13的情况下，那么看一下它能不能去触碰一下345块钱的这个价格。OK， 这个是讲到的苹果。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 RKLB 啊。所以有时候呢，当这一个博主还是挺受难的啊，就是讲股票的时候呢，它涨完之后再讲，那么呢，它就是马后炮，涨之前就是讲的，涨完之后呢，它还得必须立马呢，明天就上涨，没有上涨的话呢，那讲的这个股票它就是不行。所以你看一下，当博主是不是就不好呀？涨的时候呢，就是都是自己厉害，亏钱的时候呢，那都是博主的这一个原因。你看一下，是吧？最近就已经看到了有些学员。让你买的时候不买，让你止盈的时候不止盈，然后随意加仓，亏钱了之后呢，又来卖周喜啊。那回看一下 RKLB 前面在这一轮下跌的时候讲过这个股票啊，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一直给你们讲到的两个进场的一个信号，要么你就给我机构低吸转为做多之后你去买，要么它就给我出现一个呢底部9之后你去买。两个都没出现的，那你就给我等。稍微来讲的话呢，它是已经走到了9号 K 线，但是周五出现的话呢，虽然说蓝烛消失收阳线，但这一根阳线没有突破9号 K 线的一个高点，它只是干嘛？收盘价高于昨天的收盘价，没有突破它的高点，然后走出来的话呢，是一个算是一个小阳线啊，但能不能进场呢？个人的观点还没有到，它除非是像前面这个位置一样，是一根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大阳线，那么你还可以考虑呢在这里进场，但是它是一个0.4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阳线，所以不建议大家呢在这里立马就去做。虽然我们能看到下方呢已经在酝酿聚宝盆，而且的话跟前面的这一个走势，其实我是觉得稍微是比较像的啊，但不代表说它在这里就已经到底了。真正的这一个买点，我觉得需要周一再来一根阳线去突破呢周五的这一个阳线的一个高点，能出现一根这样的一个阳线的，那么我就觉得你可以考虑在这里进场。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阳线的情况下，那我会建议你们呢再等等啊，说明它还没有真正的去见底。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2块钱可以买的面包，你就不要20块钱去买。没有止跌之前，你就管住好自己的手就行了。尤其是现在比较震荡的行情，没有明确买点出现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再等等，好吧？那么这一根1号 K 线的这一个高点的话呢，大概来讲是在70块6毛3左右，收阳线把它突破了的话，那么你可以考虑在这里进场。进完场之后，以9号 K 线的低点作为一个止损价，大概来讲66左右，没有收到实打实的阴线跌破它的，那你就可以呢在这里继续拿着。收到实打实阴线把它跌破的话呢，那我们就止损出局。没有100%的这一个方法，我们只要做到大赚小赔就可以了。那第二个，你去看一下啊 ，RKLB 除了日线上有这样形态，周线上呢也已经呢出现了这一个机构低吸的信号，但是也是一样，未转为做多，未转为做多，那你就等嘛。你看一下前面在这一个位置连续5周出现机构低吸，
那你看一下这样的横盘完之后，它涨起来的这一个幅度有多么的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这一个成功它只属于那些有耐心的学员。你在这里震荡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进场，万一你在这一周你立马进场了，震荡4周你一卖掉之后它直接涨起来，那不是更加难受吗？那这样的话呢，与其这么难受，我还不如等到它明确买点出现之后我再去进场。现在就是那样，它呢下跌结构6没有出现这一个机构低吸转为做多的信号，那我就继续的等，看一下呢它会不会再往下跌，最好呢它可以跌到9号 K 线，这个跌到9号 K 线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买到更加便宜的一个股票，那到时候我们再进场。所以有在关注阿 K 罗必达周线上也搂一眼看一下呢，要么呢就是机构低吸转为做多买，要么呢就是一个底部久之后再去买，两者都没出现的，那我就要再等等，以防它转为空方带，好吧？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英特尔。英特尔的话呢，前面这一些位置给大家讲的时候也讲过了，要么你就机构低吸转为做多买，收阳线突破呢蓝烛高点的时候买，要么呢你就干嘛？它是一个底部久去买，两个都没有出现，然后一路跌到现在，没有让大家进场过。所以你看一下抄底逃顶的这一个系统，你只要严格按照它去操作，你会发现呢，基本上来讲在中间的这一些涨涨跌跌的位置没有让大家去进场过，因为没有明确的买点，然后跌到现在我觉得这个空间已经不错了毕竟从142跌到呢跌到周五的这一个收盘已经来到了95了，中间也跌了差不多20-30%，而且稍微比较有趣的一个点周五跌下来的时候是跌到了一个关键的防守位的，这个防守位开盘前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了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英特尔当时在跌下来的时候还没有出现止跌形态，很明确的跟大家讲，那就继续的等待下方支撑是91块4毛9，周五最低价跌到了89块5毛9，收盘价收回到95块04，说明这个价格确实来讲支撑比较不错，但是也是一样有止跌未启动，除非它可以给我收一个阳线，突破呢这一根假阳线的高点，形成一个假阳见底的这一个形态，不然的话呢它还没有到一个见底的一个阶段它的一个假阳线高点98块05，收阳线突破它的，那我们心里边就有预期假阳见底了，没有收到这样的一根 K 线的，那就我往下再去调整的需要。这一个价格呢虽然说支撑不错，但是不代表它在这里呢就能起来，所以呢一定要等到它明确的假阳见底之后我再去进场。但是要注意的点周线上它没有出现机构低吸的信号，因为我是在开盘前的时候跟大家讲的，然后昨天收完盘之后周五一看它已经干嘛蓝烛消失，它并没有出现蓝烛的信号，然后好消息就是回踩到这一个多方带的位置，出现了一个连阴踢量的一个形态，连续3根阴线下跌，然后呢成交量出现了规律的放量，像一个阶梯一样，所以它叫做踢量，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种洗盘的一个形态。所以连阴踢量出现完之后一定要注意一下能不能确认是不是真的要洗盘，它的一个关键的点，连阴踢量出现完之后最后的这一根阴线的一个高点也就是本周的这一个阴线的一个高点109块6毛1的这个价格能不能收一个阳线给它进行一个突破，能收阳线实打实给它突破的，那么这个位置它就是一个呢连阴踢量的见底形态，没能出现这样的形态的，那我就再等等，说明周线上它还有往下再去调整的需要，好吧？这个是讲到的英特尔。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 B1。讲这一个 B1 的话，它是因为有一个做空机构发布了它的一个做空消息之后觉得它的一个路径依赖特别依赖这一个中国，然后呢连续大跌，基本上都快腰斩前面涨的这一些涨幅全部都回去了一大半了。好消息就是随着最近的下跌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的随着最近的下跌，然后有机构偷偷摸摸的去进场了虽然说它还没有启动但是确实来讲有机构在下面去买进了这个股票只是买进，但不代表说它会去拉升这个股票，这是两个概念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能看到的一个点，经过最近的下跌已经出现了一个9号 K 线的一个形态，它在周五出现的这一个形态有点类似于一个曙光出现，
差了一点点。假设它今天的假设周五的收盘价可以收到这一根阴线的1/2以上，那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曙光出现的一个形态。当然稍微来讲，它收盘价收低了一点点，好就好在它在周五出现的这一个9号 K 线，它是打到了前面的这一个历史缺口之后，收盘价收上去的，说明这个缺口的支撑是比较不错的。看一下吧，它能不能在这一个周一或者下周的时候出现底部9结构啊？就这个9号 K 线，它能不能是一个底部9，能收一个阳线突破呢9号 K 线的高点，形成一个底部9的？那么 B1 的话呢，它在这里应该是会有一波反弹行情在等着大家啊。前面它就是从这一根9号 K 线突破完之后形成底部9，然后起来的。看一下这一次能不能像前面一样。但是它没有收到呢这一个阳线突破它的高点223.7毛5的，那我们就再等等啊。它假设收一个阴线跌破它的低点194.6毛钱，那就说明它是一个中继9结构，它还会有继续往下去调整的空间。那我们呢就在更低的位置把它给接回来。还是那句话啊，明确买点出现完之后再去进场，不然的话呢我们就观望为主。那第二个你能去看到它的周线也是一样啊，出现机构低吸的信号，未转为做多。上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是在很久远的1年多前了啊，1年多前它在这里也出现过一个机构低吸的信号，然后一路咔咔咔的涨到了这一个高点，将近了8-9倍的这一个涨幅。现在再一次出现了机构低吸信号，未确认，那你就等，能确认那我就进场，把它放到你的这一个股票池当中，能涨了那我做好准备，我就跟着进场，不能涨，没能出现止跌的这些形态，没能出现了进场信号的，那不影响我去在其他的股票身上赚钱，所以我们做好充足的准备就行了。好吧，以上呢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所有的这一个内容。那如果呢看到这里呢觉得有问题的话呢，记得给 Joyc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